林思怡红着脸说到战家的儿郎都很优秀，战家的长辈很开明，男人娶妻后就忠于婚姻，忠于家庭，家风极好。好男儿谁不喜欢啊？我见过战逸晨几次后就看上他了。文若曦倒是认可林思怡对战家的评价，他说道：你喜欢战逸晨是你的自由，但是人家战逸晨现在已婚，你赶紧死了那条心。我喜欢他在先的。林思怡嘀咕着，我还没有想好怎么表白，就被宁云初抢了个先机。文若曦呵呵的笑，爱情没有先来先得之说，只讲究缘分，没有缘分的，打小相识，一起长大，都不能成为夫妻。商小飞比海童早几年认识战印，追了几年都没有结果，战印却与海童闪婚，宁愿闪婚一个陌生人，都不接受商小飞。所以说，爱情没有先来先得之说，不是你认识在先就一定是你的，也没有听说过你喜欢战逸晨的事，你都没有表白过，也没有刻意去接近过他。文若曦之前隐瞒身份在外面上班，不怎么与上流社会的人交际，但他妈却是活跃于上流社会的阔太太，她从母亲那里能听到很多八卦新闻，的确没有听说过林思怡的八卦。我每次在宴会上见到战逸晨，都会在他视线可见范围内晃来晃去的。你那个好闺蜜追求战少不成，老是遭到别人的嘲笑，我怕我追求战逸晨不成也会被人嘲笑，所以一直观望着，谁想到宁云初那个瞎子看不见都敢肖想战逸晨。林思怡嫉妒的道，还让他成功了，早知道那么容易成功，他就大胆地向战逸晨表白，追求战逸晨了。半晌，文若曦淡冷的道，据我所知，是战逸晨先去接近云初，然后追求他，云初因为看不见的原因一度拒绝他，到了林思怡这里就成了宁云初肖想战逸晨。你是认识战逸晨早一点，但你自己一直不表白，不追求，原地不动，人家战逸晨又没有向你承诺过什么，他遇到能让他心动的女孩子，主动追求，获得了幸福。你嫉妒，你不甘，那都是你自找的，你咎由自取。林思怡，今晚在我家里的宴会上，你再不喜欢云初，都离他远一点，别想欺负他，坏我家宴会名声。休怪我不客气。文若曦警告着林思怡，担心林思怡因为嫉妒会欺负宁云初，同时决定以后远离林思怡，不想再跟这个女人来往。还是小飞好呀，三观正，爽快人，行事光明磊落。文若曦警告了林思怡后，转身向主屋走去。她跟宁云初还不算熟悉，但她宁愿整晚都陪伴宁云初左右，都不想和林思怡这种人待在一起。林思怡看着文若曦的背影，撇撇嘴，嘀咕着什么。对于文若曦的警告不放在心上，转身就走开，去跟其他认识的千金小姐们打招呼，聚在一起聊天。华丽的主屋大厅里，几位太太坐在一起，不知道聊什么，个个脸上都挂着得体的笑容。她们都是生于豪门，长于豪门，嫁与豪门的人，从出生到现在，都生活在富贵乡，哪怕性格豪爽，高雅已经刻入骨里头，一举一动尽显贵气。宁思琪被佣人带进屋里，很自然地和文太太这个主人打招呼，闲聊了几句。她是第一次以龙太太的身份出现在众人面前，大家对她都很陌生。宁思琪也识趣，很快就自来熟地跟别人聚在一起，说说笑笑了。她以前经常跟着母亲出席宴会，也认识不少太太以及一些千金小姐。虽说她现在是以龙太太的身份出现，也可以跟认识的人来往，别人不知道她是宁家二小姐，但她熟识他们，投其所好，很快就能聊到一块儿去。宁云初进来后并没有接近宁思琪，她回到婆婆身边坐下。战二太太扫了跟人聊着的宁思琪，小声对儿媳妇说道：云初，那个龙太太，她的声音和身形跟你那个妹妹好像。
宁思琪去过悠悠山庄闹事，讨钱，战二太太自然对他有印象，是很像。不看脸的话，我会以为是同一个人。宁云初说到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也是惊到，以为是同一个人。刚才龙太太刚来时，他陪着文若曦出去招呼龙太太，说了些宁思琪不好的话。他留意到龙太太的笑会僵一下，眼神飘渺，又似是想骂他，哪怕他那些表情很快就压下去了。心细的他还是捕捉到了，本就怀疑龙太太和宁思琪是同一个人的他越发的怀疑。刚才我看过他的五官，眉眼跟你那个妹妹也像，就是脸部不一样，会不会是他整容？战二太太小声说道，很快就自己否认了这个猜测。不久前你妹妹才到我们山庄去要钱，告的你的状，就算她整容也没那么快，想来不是她。宁云初恩着，应该不是她。婆媳俩很快就结束这个话题。二太太跟文太太说要带媳妇去跟她那些好友认识认识，婆媳俩便起身走开了。在二太太的介绍下，宁云初认识了好几位端庄大气的贵太太，也认识了几位名门闺秀。那几位名门闺秀比林小姐表现得好多了，对她客客气气的。宁云初还是喜欢和文若曦在一起自在点，这些名门闺秀也不是那么好结交的，毕竟她今晚才和他们见面，以往她这个宁大小姐没有机会出席宴会，压根儿就没见过面。他们会知道她也是因为她将继父送进去，在管城算是引起了一点轰动。再有就是她和战一晨的恋情，多数人都是羡慕嫉妒恨的。见云初和大家不怎么聊天，二太太温声说道，云初，你去跟若曦那些年轻人玩吧，不用陪在妈身边的，你们年轻人聚在一起才有话题。宁云初微笑着，妈，那我去找若曦了。去吧。二太太叮嘱了他几句，看着他走向远处的文若曦，直到宁云初走到了文若曦的身边，二太太才敛回了视线。他的好友说他看你的样子，对你儿媳妇宝贝得很，就那10几米远的距离，还怕她会摔着不成。二太太笑着，那是宝贝，在我们战家，儿媳妇都是宝贝，被我们全家人捧在手心里疼着的宝贝。我家一晨30岁才娶到老婆，不容易，我现在也只有一个儿媳妇，自是多疼着点，宝贝得很。二太太毫不掩饰自己对儿媳妇的满意及疼爱。好友笑道，你们家男人出了名的疼老婆，女人出了名的疼儿媳妇。我是没有女儿，有女儿的话赖都要赖上你们家，跟你们家做亲家。你儿媳妇还是第一次光明正大的出席宴会，也不怯场，落落大方的，我还以为她会被她亲妈养废呢。我第一次见你儿媳妇的时候，是她给她妹妹送花束，被她妹妹刁难了，当时你那个大侄儿媳帮她解了围。二太太说到那次多亏彤彤帮她解围，她那个妈和妹妹就不是个东西。想到宁太太对大女儿做过的事，二太太的好友说道，你儿媳妇也是怪不可怜的，咱们都是当妈的人，换成我们绝对做不出来。就算不爱丈夫，女儿也是自己怀胎10月所生，她怎么就狠得下心去伤害亲生女儿？虎毒尚且不食子呢。二太太说到，过去20几年，我儿媳妇过得不好，往后余生，她能过着女皇的日子，有他们婆家宠着。我看挺多人似是嫌弃你儿媳妇。这句话二太太的好友说得很小声，免得被别人听了去。别人怎么看待我儿媳妇，那是别人，再好再优秀的人都会有人不喜欢，我儿媳妇不在乎也不介意，只要我们家人不嫌弃她就行。对于她来说，别人就是别人，不相干的。二太太又看着好友问道，你没有嫌弃我儿媳妇曾经是个盲人吧？怎么会呢？我都不知道多羡慕你呢。你儿媳妇比我家那个儿媳妇好多了，
我家那个就知道花钱花钱，没点投资的目光，不像你们家云初，轻轻松松就能接管宁氏的生意。他曾经是盲人又怎么了？人品好，三观正，又有能力，他就比无数人都优秀了。嫌弃他的人，那是嫉妒他，嫉妒他的优秀，嫉妒他的幸运。你们家奕晨也是很受女性欢迎的，暗恋他的女孩子很多的，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。看到你儿子儿媳妇恩恩爱爱的，别人不就嫉妒他？二太太笑道，就让他们羡慕嫉妒恨吧。我们战家的女人向来都是别人羡慕嫉妒恨的对象。他好友忍俊不住，笑道，那是你们家的女人都是让人羡慕嫉妒恨的。以前别人是嫉妒你大侄媳妇，还有人不识好歹打电话给你大嫂，想说教呢，被你大嫂一顿对。传出来后，就再也没有人敢对海彤说教了。那人是嘴贱，我战家的大少奶奶，她有什么资格说教？我们当长辈的都没有大声说过海彤一句话，外人凭什么指责海彤的不是？是我大嫂脾性好，换成是我直接找上门去大耳光甩过去。对，那些人就是嘴贱，说白了就是嫉妒，不用管他们，谁有那个闲心去管他们？他们不犯贱主动靠过来，都懒得搭理他们。宁云初不知道婆婆和好友聊什么，她去了文若曦的身边，文若曦给她拿了吃的，也给她一杯红酒。若曦，我现在不能喝酒。云初婉拒了那杯红酒，我每天都还要吃药，不能喝酒，饮食上也需要注意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若曦连忙道歉，我自己喝。若曦，你就是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。林思怡有点尖酸的声音插进来，她还是无法压抑自己对宁云初的嫉妒。看到两个人坐在一起吃东西，她端着一杯红酒走过来，刚好听到两个人的对话。她尖酸的话似是没有经过大脑就说了出来。宁大小姐不能喝酒吗？平时你怎么应酬谈生意？总不能靠你的美色吧？也是，宁大小姐好身段，好颜值，又温温柔柔的，男人见了心都酥了。还有什么生意谈不成？林思怡的话音刚落，宁云初和文若曦几乎是同时端起一杯酒朝林思怡泼去。林思怡闪避不及，被泼了一脸的红酒，酒水滴落在她白色的晚礼服上，瞬间变得难看至极。她忍不住尖叫一声，立即引来了众人的侧目。宁思琪转过身来，看到这一幕，便跟着其他人一起围过来。龙先生叮嘱他，今晚看到宁云初的时候，不能针对宁云初，遇到宁云初被欺负，他还要替对方出头。虽说他和其他人谈天说地，却也一直留意着姐姐的动静。此刻他觉得是自己替姐姐出头的一个机会。怎么啦？宁思琪关心地问着。他看看林思怡的狼狈，又看向文若曦和宁云初。宁云初俏脸紧绷，冷冷地道，林小姐的嘴太臭，给她2杯红酒洗洗臭嘴。宁瞎子，你敢泼我酒？林思怡抹了一把脸上的酒水，气得脸都绿了。两个人朝她泼酒，但她没有叫出文若曦的名字，只针对宁云初。这里毕竟是文家。宁云初站起来，冷冷的道，你诽谤我，侮辱我的人品，我没有一巴掌刮过去，还是给林太太面子了。泼你红酒怎么了？谁叫你嘴巴那么臭？给你好好的洗洗你那张臭嘴。林太太倒是个大方得体的人，林小姐初看也不错，确实知人知面不知心呀。若曦带着她和林小姐打招呼，介绍他们认识时，林小姐对她爱理不理的。宁云初知道林小姐不想和她打交道，也识趣的走开了。没想到这个女人又凑过来，还语出讽刺，侮辱她的人格，把她说成那种靠出卖美色签单子的人。她没有一巴掌抽过去，已经算她大度的了。我诽谤你什么了？你谈生意应酬不喝酒，
能谈成生意，不就是靠着你的美色，靠着你的好身材，战二少爷娶到你，说不定头上已经成了一片大草原。是谁说应酬谈生意就要喝酒的？宁思琪赶紧抓住机会反驳着林思怡。林小姐的思想真是肮脏，是不是林小姐就是靠着美色和身材去谈生意的？你自己肮脏，就把别人也想成和你一样肮脏。你是谁？林思怡质问着宁思琪。宁思琪冷笑着，你管我是谁？林小姐的嘴巴还真的太臭。她将她手里的那杯红酒递给姐姐，对姐姐说道，战二少奶奶，再给你一杯酒，好好的帮林小姐洗洗她那张臭嘴。宁云初接过那杯酒，还真的又是一杯酒朝林思怡泼过去。他冷冷的到在场的人都听到了，是林小姐侮辱我，诽谤我，败坏我的名声，我宁云初行的正，做的正，从来没有做过不道德的事。她造谣我给我老公戴绿帽子，就是造谣我出轨，我保留着追究责任的权利。林小姐等着我的律师函吧。文若曦没想到林思怡比刚才还要疯狂，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宁云初，这是给林家树敌呀！别人都看着林思怡，有人劝道，林小姐，你也太过分了，无凭无据的造战二少奶奶的谣，还不向二少奶奶赔礼道歉。宁家是怎么落到宁云初手里的？林思怡不知道吗？这个女人看似柔柔弱弱的，却坚强得很，也能忍，隐忍10几年，夺回了属于自己的一切，还替亲爸报了仇。就算没有战家给她当后盾，林小姐这样说二少奶奶，二少奶奶若是要报复林小姐，有的是手段。我道什么歉？你们没看到她泼了我酒水吗？把我这身晚礼服弄脏了，宁瞎子，你赔我礼服。别人怕你，我可不怕你。你以为你很厉害？要不是不要脸的攀上战一晨，你以为你能有今天？你林思怡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众人只看到一道身影急闪，接着就听到了啪一声响，林思怡被狠狠地打了一耳光。打她的人是林太太，林思怡的亲妈。林思怡被母亲打得都傻了，愣愣地看着母亲。林太太眼神冰冷地瞪着她，冷冷地骂着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妈平时是怎么教你的？你太让妈失望了。妈，我……闭嘴！林太太呵斥一声。林思怡不敢再说话，被母亲打过的那边脸很快便红肿起来，大家看她的眼神也让她难受。再看到战家的3位太太跟着文太太过来了，林思怡理智回来，顿时悔不当初。她发什么疯呀？竟然出言讽刺、侮辱宁云初。在文家的宴会上，在战家3位太太都在的情况下，她竟然用言语侮辱宁云初，造宁云初的黄谣，败坏宁云初的名声。她刚才说的话传出去，不要说战一晨会找她算账，就是别人对她的看法，也能让她恨不得钻进地洞里。她就是喝了几杯酒，看到文若曦和宁云初聊得欢，就忍不住过来找麻烦，暗恋战一晨而不得，又让他对宁云初疯狂嫉妒，然后讽刺的话就脱口而出了。他忽略了一件事，宁云初不是自己过来的，宁云初不仅仅是宁家的大小姐，还是战家的2少爷。战一晨跟他大哥一样，都是个宠妻的，将宁云初宠在心尖上。他说宁云初做生意是靠美色，说宁云初给战一晨戴绿帽子，的确是造谣，是诽谤。宁云初告他一告一个准呀。林太太转身歉意地对宁云初说道，战二少奶奶，思怡喝了几杯酒，发酒疯，胡说八道，伤害了2少奶奶，对不起。说着，她郑重地向云初道歉，又扭头呵斥着女儿还不向战2少奶奶道歉。林思怡不敢再造次，上前2步向宁云初低头道歉，战2少奶奶，对不起，我是喝了点酒，加上我羡慕嫉妒恨，
就说了些伤害你的话。是我错了，我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我以前爱慕过战二少爷，所以忍不住就那样诽谤二少奶奶，真的对不起，求二少奶奶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这一次，我保证以后都不会再胡说八道，汲取教训了。林太太对宁云初说道：“二少奶奶，你不要轻易原谅司仪，就给他发律师函，让他受到惩罚，看他以后还敢胡说八道，还敢随随便便就造谣别人。都说造谣一张嘴，辟谣跑断腿，造谣别人容易得很，两片嘴唇一张一合，不负责任的话就冲口而出，但是别人要澄清一切，解释清楚，需要很多时间，甚至要拿起法律来维护自己。就算拿起了法律，造谣带给别人的伤害也是抹不掉的。林太太虽然不想女儿被告，但女儿不负责任，胡说八道，无凭无证的就敢说宁云初出卖美色，给战一臣戴绿帽子，不让女儿受到惩罚，汲取教训，以后会闯出更大的祸事来。都说祸从口出，林思怡就是这样。林思怡委屈地看着母亲，林太太的态度让宁云初脸色和缓了点。她说道：“林小姐真诚向我道歉，我可以暂时不追究，但今晚的事若是传出去，传得满城风雨的话，我一定会追究林小姐的责任。将今晚之事传出去的人，有一个算一个，有一双算一双，我都会追究到底。祸从口出，林太太还是好好的管教林小姐，就算她以前爱慕过我家一臣，再嫉妒我，也不该无中生有，胡说八道，造我的黄谣。都是女人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在社会上行走，女性本来就容易处于劣势，但是很多时候伤害女性的往往就是女性同胞。宁云初说这些话的时候，环视了一遍围观的人，看到了婆婆和大伯母、三婶子，从长辈们的表情，她看到了他们对她的赞赏。她既警告了所有人，又给了林太太面子。林思怡需要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再次真诚地向她道歉。但若是林思怡说过的话传出去了，她绝对会拿起法律的武器，替自己讨公道，让林思怡受到法律的惩罚。其他人要是想被她告的话，就说呗，她定会硬刚到底的。林思怡看向母亲，母亲又瞪着她。林太太说着女儿听到战二少奶奶的话了吗？二少奶奶大度，可以暂时不追究，这是二少奶奶心善，但你不能因为二少奶奶大度，暂时不追究你就松口气，不知道汲取教训。你胡说八道，祸从口出，既是伤害了别人，也是伤了自己，还要连累父母。你是我的女儿，你说出这样的话，做出出格的事，别人在说你的时候也会说爸妈不会管教女儿，才会教出你这种爱搬弄是非、爱造谣的女儿。也是妈教女无方，让你今晚犯了错，向战二少奶奶真诚的道歉，明天再备上厚礼登门赔礼道歉。林思怡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她一冲动说了几句话，不仅让自己颜面尽失，也连累了父母名声受损。的确，别人提到她的时候也会想到她的父母，认为是她的父母教女无方，认为是他们林家家教不好，而她造了宁云初的黄谣。宁云初生气不说，还会名声受损。若是被有心人发到互联网去，宁云初还会受到网暴。她下巴轻轻说的几句话，带给宁云初的伤害是她都想不到的。宁云初不会轻饶了她，会告她，她就会被判刑，要坐牢的。不仅如此，他们林家还因为此得罪宁家与战家。战一臣能饶了他，能放过林家？宁云初的两个亲大姑姑对他做过什么事，最后又落得什么样的下场，他又不是不知道。他还犯下了此等错事。林思怡是真的后悔，也真的自责。他看着宁云初，眼里有泪，真诚又悔恨不已地向宁云初公居道歉。战二少奶奶，对不起，
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对不起，求你原谅我，我保证我今后都不会再诽谤任何人。在林思怡反复而真诚的道歉下，宁云初淡淡的道希望林小姐能够说到做到。宁思琪在心里腹诽着，林思怡说的话其实就是她想说的，她一直都想败坏宁云初的名声，只是她进去过，也知道无中生有，造别人黄谣会被宁云初反过来告她，她不想再进去一次，所以她只想去战家那里败坏宁云初的名声，并没有像林思怡那样在宴会上乱嚷嚷。哪怕刚才没有多少人听到林思怡说的话，但是林思怡被泼了红酒后的一声尖叫，引来了很多人的围观。那些听到林思怡胡说八道的人，就告诉了别人，这样大家都知道了。但凡在商界混的人都知道，宁云初接管宁家的生意是靠的莫总帮忙，而宁云初在魏虾之前救过莫总，有救命之恩，莫总才会为他卖命。现在宁云初重见光明了，由于还没有完全康复，生意上的事他也没有全盘接手的，只有很重要的事情他才会处理，不能用眼过度。更何况现在的他还有丈夫帮忙，就算他出去谈生意，很多时候战一晨也会陪着他，他不可能也不会用美色去谈生意。宁大小姐一直是坚强隐忍的代表，林思怡那样造她的谣，在场的人都觉得林思怡嘴太贱，爱胡编乱造。要不是林太太赶来教训了女儿，让林思怡继续发酒疯，还不知道会闹成什么样呢。众人也是现在才知道，林思怡针对着宁云初，是因为她爱慕过战一晨，但没有听说过林家千金追求战家二少爷的事，就是一直暗恋了。怪不得会针对宁云初，嫉妒呀。战二少奶奶真的很对不起，是我教女无方，明天我再带着她登门赔礼道歉。林太太在女儿真诚的道歉后，也再一次向宁云初表达了歉意，又对围观的众人说道，我女儿刚才说的话都是无凭无据，是她因为嫉妒战二少奶奶胡编乱造的，我女儿我会教育她，还请大家引以为戒，不要往外到处说。大家要是到处说的话，后果自行承担。造谣诽谤被告了可是要判刑的。林太太威胁警告了众人一番后，就拉着女儿向文太太告辞，也向战家的3位太太道歉。战家3位太太没有说话，文太太是主人，还是得有点反应的，便安排了管家送林太太母女俩出去。云初，你没事吧？战家的3位太太走到云初的身边，关心地问着。我没事，是他有事。他那样说我一气之下直接泼了他几杯酒。二太太说道，泼得好，你还是温柔了点儿，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人，直接大耳光抽过去。唐君夜也说道，就是大耳光抽过去，不用担心得罪人，咱们家不会欺负人，但也不会有人欺负。宁云初笑了一下，妈说的对，我还是温柔了点儿，再有下次我直接就大耳光抽过去。他又向文若曦道谢，文若曦刚才也帮着他一起泼林思怡红酒。在今晚之前，文若曦和林思怡还算得上是朋友呢，他和文若曦的交集确实少之又少，如果不是跟商小飞熟识，他甚至都不知道文若曦这个人。文若曦是个帮理不帮亲的人。文若曦说道，云初，你再谢谢下去，我的脸都没地方搁了。你来我家里做客，却被别人言语侮辱，我肯定要出面处理的。他也是喝了几杯酒，头脑发热，胡说八道。林小姐没有醉意，她是真的恨不得往我身上泼脏水。宁云初视力是还没有恢复如常，却能从林思怡身上感受到对她的恶意。林太太倒是个会做人的，宁云初说了暂时不追究林思怡，是给林太太面子。当妈的看到女儿闯祸了，那是又气又恨。林太太看似帮理不帮亲，其实是真的为了女儿好。
他的话都在点醒着女儿，也在挽救着女儿。祸从口出，不要害了别人，也害了自己。造谣别人，带给别人伤害。但当别人拿起法律的武器告你的时候，你受到了法律的惩罚。当初你加注在别人身上的痛苦，也很容易反噬到你自己身上。就算没有被反噬、被判刑的话，坐牢留下案底，人生也有了污点。围观的人很快散去，大家重新的喝酒，谈笑风生。刚才的事好像不曾发生过一样。知道儿媳妇不是受气包，被人欺负了会当场反击，战二太太也放心了很多。文太太请着几位太太回屋里去，等战家的几位太太走开后，宁思琪便走到了姐姐的身旁，礼貌地问道：战二少奶奶，文小姐，我能和你们坐在一起吗？龙太太请坐。文若曦见这个龙太太刚才替宁云初说话，对龙太太有点好感。年轻人还是更容易混在一起的。龙太太虽说已经嫁人，却年轻得很。在宴会上，她和其他太太们也聊不来。宁云初客气地向宁思琪道谢：我是因为还在吃药，所以不能吃酒。林小姐那样说我，从她身上我看到了我那个妹妹的影子。我妹妹啊，也是个闯祸精，到处闯祸，仗着我妈宠她。我妈也是真宠她，宠坏她了。但凡我妈有林太太一半的智商，我妹妹都不会落得今天那样的下场。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一生气她就露出破绽了。现在她是龙太太，不是宁家二小姐，不是宁云初的妹妹。宁云初说她妹妹的不是，与她无关，不是说她。宁思琪都有一种错觉，怀疑宁云初是在试探她，才会老在她面前提起妹妹的事。文若曦不知道姐妹俩在打暗仗，她接过宁云初的话题，也说今晚的林思怡像以前的宁二小姐，年轻气盛，目中无人，爱闯祸，因为嫉妒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也不自量力，连战家的大少奶奶都敢暗算，结果被反将一军。宁总宁太去道歉，已经晚了。宁二小姐实在是过分，已经犯法。战大少奶奶有证据，最后告了宁二小姐，将宁二小姐送进去坐牢，前不久才出来的。宁家也因为宁二小姐挑起的事端，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。等到宁二小姐出来，宁家已经由宁云初接管。龙太太勉强地挤出笑容来，对两人说道：所以说祸从口出，不造谣，不传谣，不信谣，也不要以为自己做的事别人不知道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啊。龙太太说得很对。宁云初定定地看着他，认可他的话，还顺势夸了他一句。宁思琪心里想骂娘，恨得要命。他放在桌子底下的手死死地握成了拳头，才控制住怒火，没有当场发飙。龙家的2名保镖不远不近地跟着宁思琪的，跟在宁思琪身边一段时间，他们对这个女人也了解了几分。看宁思琪此刻的反应，就猜到她在暴怒的边缘，担心她会忍不住发飙，那样就会前功尽弃。2名保镖连忙上前去，其中1名保镖走到宁思琪的身边，弯腰凑到她耳边，小声说道：太太，我们该回去了，半个小时已经到了。保镖说完后便站直了身子。文若曦看着2名保镖，觉得这2名保镖看上去很凶狠的样子。文小姐，战二少奶奶，我家里还有点事，我要回去了。龙太太这么快就回家呀？不多坐会儿。宁思琪笑得温婉，不做了，我家里还有事，改天有空了再约文小姐。文小姐方便给我一个联系方式吗？文若曦没有拒绝他，与他互加微信。宁思琪带着2名保镖进屋里去和文太太道别，文太太依旧安排管家送宁思琪出门。回到了车上，车子开动了，宁思琪脸上的温婉表情立即消失不见，
取而代之的是生气。他不停地骂着宁云初，2名保镖不理他，任由他骂着。气死我了，死瞎子，走着瞧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跪下来求我的，到时候我要你生不如死。宁思琪骂人反复都是骂那几句，太太刚才差点就露馅了。一名保镖忍不住说了句，宁思琪气愤的道：你们不知道，那个死瞎子说话有多难听，老是说我的坏话，我都帮了他，他还说我的坏话，说我和林小姐是一路人，爱闯祸，目中无人，嚣张至极。我哪里爱闯祸，哪里目中无人了？我目中无人，平时看到的难道是鬼？宁思琪愤愤地道，要不是记着龙先生的话，我真想帮林小姐一把，狠狠地教训那个瞎子的。保镖冷冷地说了句太太记得先生的话就好，坏了先生的好事，太太不是猫，没有9条命。还好他控制住脾气了，没有露出破绽，没有坏了龙先生的好事，否则他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现在疼爱他的父母被判了刑，都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出来。弟弟不向着他，姐姐跟驼是死对头，以前也挺疼他的2位大姑姑又跑了，跟驼断了联系。若是他被龙先生怎么了，真的是死了都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替他收尸。这样想着，宁思琪又害怕又心酸。曾经她是高高在上的宁二小姐，以前的她也的确是目中无人，爱闯祸，每次闯了祸都有父母帮她收拾残局，养成了她不知天高地厚的性子。最后闯出大祸来，父母都无法帮她兜底了，还因此连累了父母。宁云初刚才说她的那些话其实都是实话，如今的她是龙先生的情妇，任由他玩弄，让他在他面前一点自尊都没有了。不仅如此，还要帮龙先生做事，听从龙先生的安排，稍有差池都得担心小命不保。宁云初说的对，他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，真的是咎由自取。可他不甘心啊，他明明比宁云初好的，怎么就不如宁云初了？他也爱慕战一晨，战一晨同样的目中无他，眼里只有宁云初。林小姐跟他很像呀，不同的是林小姐有一个严厉的妈。林小姐回家后，估计还会被他妈骂个狗血淋头吧。我又没有坏了龙先生的事。宁思琪的愤怒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